昨天我们又去店里买了一些鸡饲料，现在鸡饲料的价格可真高啊！一袋大概是50磅的谷物，价格就要有19块钱。50磅的鸡鸭都可以吃的那种饲料，就是蛋白质含量有17%的，大概是要25块钱了。而这些鸡呢，还是挺能吃的。我们一般是有这么一桶，这一桶的话，大概是能装3袋的鸡饲料。看看，这是1个月前买的，这应该大概也就是1个月，都已经见底了。现在天气冷了，水会结冰，所以我们每天早上都给它们弄一些温水过来。今天下了5个蛋，这些鸡虽然是挺能吃的，但是下蛋还可以。现在已经12月份了，还能下5个蛋。鸭子这2天没下蛋，其实我们是1只公鸭1只母鸭，就1只鸭子下蛋。不过这2天可能是天气太冷了，没下。其实这1只鸭子的食量特别大，我感觉1只鸭子的饭量能顶上3只鸡左右。我们前一阵子是觉得这批鸡吃饲料吃的太多了，而且我们是有一批鸡是比较老的，有3、4年了，也不怎么下蛋了，尤其是到了冬天就不下了。我们就把那一批不下蛋的老鸡给送走了。我们自己是不敢宰杀鸡的，也舍不得，所以就把那些鸡送给朋友了，让他们来处理吧。那些老的鸡如果不处理的话，它整个冬天大概是从12月份一直到明年4月份，4个多月，基本上就是不下蛋的。后边天气暖和了，虽然也会下些蛋，但是产蛋量已经没有1年或者2年生的鸡产蛋量那么高了，所以是相当的亏本啊。以前那些谷物还有鸡饲料成本比较低的时候，还没什么问题，就是现在觉得这些饲料涨了得有70%、80%的价格了，觉得有点负担不起了。前一阵子去超市，发现超市的鸡蛋其实价格也涨了不少。我看那些有机鸡蛋也基本上涨了有50%左右了。所以其实算下来的话，养鸡下蛋就是图一个好吃、安全、有机，其实成本也是非常高的，尤其是现在飼料价格涨得这么高了。这边有一个喂食的装置，这是我好多年以前用 PVC 管做的。这个地方打开，哎呀，然后打开之后就可以把饲料从这个里边给它加进去。加进去之后，下边有一个槽，这个鸡就从这个槽可以吃了。但是这个东西呢，加饲料的数量其实是有限的。按现在鸡来看，大概加一次，也就是吃个2天吧，2天到3天就没了。这样的话，我们要是出去休假呀，或者去什么地方超过3天，还得给它额外弄一个盆儿来加更多的饲料。所以我们琢磨着给它弄一个喂饲料的大桶，这样的话把桶放在里边，一下子就可以让它吃2个礼拜。水的话，我们要是出远门，就会用这种大盆给它接上满满的一盆，这样的话也能够喝一阵子。虽然有了小鸭子之后，经常会被鸭子把水弄得很脏了，但是终归还是有水喝的。爸爸，看你拿的什么呀？是豆子，看豆子。这是从哪儿捡的呀？从那后院里捡的。哦，你们可真厉害，捡这么多豆子。老豆子了。嗯，是的。这些给鸡宝宝吧，这些豆子给鸡宝宝去吧，好吗？去吧。我们这儿有一个大桶，是前一阵子一个朋友给的，它没有盖子。丽丽把它给清洗出来，这样的话，我们拿这个桶给做一个喂鸡饲料的装置。这里边就是我们昨天买的鸡饲料，这里边是有饲料有谷物，一共花了有240多块钱。这些饲料大概的话能够吃4、5个月吧。这些木柴已经被我给堆叠起来了，堆好之后上面盖了一个帆布，这样的话就可以挡雨了。这2天还是下了几次大雨的，看看这儿积了好多的水。我把它掀起来看一下，看看这个就是堆叠好的木柴，这大概就是有1阔的。我们前一阵子烧了一些，再加上堆叠在这儿的一部分，大概这次他给送的量也就是1.2阔的左右吧，没有他说的1.5阔的那么多。其实这些做生意的人经常就会比较夸张，都会夸大一些。
不过总体上来说还可以吧，1.2扩的，然后240块钱，也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划算的。这边还收了一车这种比较小的碎木渣，这些的话一般我们会引火的时候用，因为开始的时候烧这种小木头还是比较方便的。这也是昨天下雨，因为没有给它盖住，有点湿了，不过晾一晾就可以干了。这个桶丽丽已经清洗干净了，我们等会儿出去买一个桶的盖子，之后的话就可以把它做成一个喂饲料的桶了。我们已经买了喂饲料的口，到时候给这儿打一些洞，就可以把它装上了。我打算给它打4个洞，这儿2个，这儿2个，先给它量出一个3英寸。标好位置之后，给它打一个洞。再来下一个，可能还是放倒了之后好弄一点儿。再来下一个。这是最后一个了。给它稍微的擦一擦。这桶放在外边还是有点湿的，而且感觉里边已经冻了冰碴了。嚯！现在拿上4个投喂的装置，就可以给它装上了。这个其实很简单，就是用这种螺丝扣给它拧进去。还是得调过来。它有个胶垫儿，再装下一个，在里边把胶垫给它套上去，然后把这个螺丝扣给它拧上就行了。这是最后一个了。行了，看看最后的效果。这是里边，把它反过来，应该是看得更清楚一点。好了，慢慢豆豆，把盖子盖上吧。来，盖这儿和这儿，不用拧，直接塞进去就可以了。好了，好了。它这边还有一个塞子，不用的时候可以把它塞住，这样的话加了鸡饲料之后就不会洒出来了。你们俩看看，给抬起来，咱们搬到鸡窝那儿去，好不好？这样的话咱们就可以试一试了。走吧。好，真棒，你们2个。过来，先放在这儿吧，好吗？就放这儿吧。行，好嘞。我的天哪，好重！哇，是的。找2个大的水泥砖，把它垫起来试一试。我觉得这么高应该差不多了，看还是挺合适的。把它弄紧一点。好了，我们去拿鸡饲料。我一般就是买1袋谷物，然后是1袋谷物做的饲料，这样把它们掺在一起。这可以给爸爸扔到可回收垃圾里去吗？可以。这样拽这个，对。好，这样就下来了，扔到可回收垃圾去。这谷物里边应该主要就是碎的玉米渣，还有小麦。这个是鸡更喜欢的这种，应该是用谷物做成的饲料，打成的这种碎粒。这是金谷和。好了，我要把谷物倒进去了。
先倒一半，然后再倒一半的饲料。然后给它稍微的混一混，啊，再倒谷物。这2袋是一袋是50磅，另一袋是40磅。这个桶刚好能装满，其实应该是可以装100磅的，上面还有一点点空间。我们是用手把它搅拌一下，看把下边的谷物给弄起来一点。你们可以挖得深一点，把谷物挖出来，这样的话就会搅和均匀了。再深一点，你看这样小麦是不是就出来不少了？好了，行了，可以了，差不多就行了。把你们的衣服都弄干净点啊，去吧。那你负责把小鸡放出来，还是爸爸来放呀？我来。好，去吧。好了，行了。爸爸，这个梨你还要吗？要吗？要的。再使点劲儿。拿一大花盆，咱们盖上，因为咱们桶的盖子没有买到呢，还上面还有这么多冰呢。这个拿得动吗？好，走吧。你好厉害呀！对，这样好。我没办法。重不重呀？把毛巾拿给我，把水擦一下吧，不然的话里边的水滴到饲料里边会发霉的。好了，干了。豆豆那些小鸡都不怕你呀，看看应该是能盖住，你看，哇，对，就先这样吧。我先拿个大花盆给它临时的盖住。昨天去3个店，结果都没有卖的。有些店有合适的，但是他们都不单卖这个盖子，要一起买。没办法，只能在亚马逊上，昨天晚上又订了一个，要到12月底才能送到。我暂时就先将就着吧。这些小鸡对这饲料和谷物没什么太大兴趣，因为它们其实是不饿的。我们昨天给它们加了足够的饲料，它们都吃的应该挺饱的了。出来现在就是着急的在吃草，找蚯蚓呢。饲料会慢慢往下走，是吧？对，因为鸡的头很小，它可以钻进去吃，吃完了之后，饲料慢慢的就下来了。然后我们晚上的时候要把那几个盖子给盖住，不然的话可能会有老鼠过来吃。他的意思就是蛋白质的含量是16%，并不是说它是16块钱。因为要想让鸡下蛋的话，就要让它能有充足的蛋白质，然后吃饱了，吃的有营养，它才能下很多的蛋。然后小鸭子就需要的蛋白质就更高一些了，鸭子需要17%以上，有可能18%可能是更好的。你拿的那个是谷物，谷物它没有标蛋白质含量，这就像我们平常吃的馒头呀，还有玉米呀一样，就是吃了之后消化了、吸收了就行了。它是那种没有加工过的。你们2个拿着袋子把它放到工具房里边。对，这些袋子以后咱们可以装东西用。这鸭子也都是可坏了，但是鸭子好像有点不喜欢和人在一起。每次我们走得远一点，它才过来喝水。小鸡也是性格不一样，像这只芦花鸡就比较亲近人，就是人在的时候，它也会过来喝水，或者是往人旁边靠近的。豆豆，让我看看你叠的。我看看，哇，你叠的真好，去吧。我们等会儿再给它弄点干净的温水吧，好不好？这些鸡鸭开始慢慢适应这新的喂食装置了。